这一个八爪鱼居然想逃出来，问题是你逃得掉吗？你进了我的网还想逃出来就不容易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岛彪哥，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准备出海去捕鱼了。每次的这个时间出发，肯定就不是去放网了。今天是准备去放笼子啊，放那种捕螃蟹或者是捕八爪鱼的那种笼子，我们这边叫做黑笼子啊。然后现在是准备出发过去看一下，希望今天收获多多吧。一过来码头这边就直接登船了，然后现在就是准备干活了，感觉任务还是挺繁重的。我们5个人呢，坐着这一艘小竹排就登上船这边过来了。再检查一下机器，就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了。好的，机器没问题，准备启动出发。先把固定船只这一端的绳子给解掉，然后就绑住小竹排就行了。准备工作是做好了，现在船只也启动了，出发前往我们把笼子放下去的那个位置。笼子是已经放在海里面了，整体步骤也是跟我们上次放笼子一样。前面几次是加了好几十个笼子下去啊，现在海里面大概是有个700个笼子左右。上一次是600多个笼子，都捕到了接近400斤的这个八爪鱼了。然后这一次的笼子又在海里面放了2天以上，而且笼子也是比上一次多，应该鱼货也会比较多。现在给这些诱饵笼装上鱼饵，这一次的鱼饵也是这些温鱼饵，我们这边叫孤鱼饵，学名是沙丁鱼，也是要把这些诱饵笼重新给装上鱼饵的。然后就用新的这些诱饵笼替换掉拉上来的那些笼子里面的那些诱饵笼，这样新的诱饵笼里面的腥味才会比较重。有一个伙计头部也是受伤了，贴着一块大胶布呢，小心一点啦。里面的几个人就负责给这些诱饵笼装上鱼饵，然后这一个船长就负责开船了，前往目的地。开过去大概是1个多小时就到了。终于也是到达发财的位置了，准备把今天的笼子给拉上来。听他们说最近放这种笼子的收获也是还行的，除了我们上一次有个400斤之外，之后他们也是有300多斤、400斤，还有一次是捕到了600多斤了。不过他们说最近的八爪鱼是降价了，现在1斤也就是20出头，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是30块钱左右吧，一下子降了好几块钱呢，要接近10块钱的。不过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吧，数量一多肯定也是要降价的。所有的海鲜也都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鱼还是八爪鱼，分工也是跟我们上次一样啊，一个负责拉笼子，然后一个负责把拉上的笼子放上诱饵笼，一个负责叠笼子。拉上还是有八爪鱼的啊，大个的小个也都有。放了这么久的笼子，里面依然还有八爪鱼。最近的八爪鱼依然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捕了1个多月的八爪鱼啊，海里面的八爪鱼依然还是这么多的。还有个船长在里面负责开船，这说明最近的海里面的资源还算是挺好的吧。哇，这里面又是2个八爪鱼，又有，这一个够大个啊，应该要达到2斤。好像感觉最近的八爪鱼是越来越大个的，你看。哦，连续的来，这个也是非常的大个，估计要达到3、4斤。上一次是600多个笼子就捕到了接近400斤了，这一次的笼子有个700个呢，所以只会更多，不会减少的吧。大个的有，小个的也有。哦，这里面有2个，大家看一下，这2个相对就小个一些了，但斤多肯定是有的。而且八爪还是比较显重的，上次以为只有300斤左右，结果一称是接近400斤了。你看，目前来看，3个笼子至少有2个有八爪鱼呢，而且都是挺大个的。这一种空笼子的数量比较少啊。
目前这种状况来看呢，收获还是挺好的，而且有渔获的笼子好像要比上一次要多一些呢。这一个拉笼子的伙计头部是受伤了，听他们说是笼子拉得太快，被笼子打到了，打了一下流血啊，休息了几天，今天该过来。不过他一过来运气倒还是挺好的，连续上来的八爪鱼还是比较多的，笼子里面还有一些白花鱼啊、19公之类的，有时候还会有几条鳗鱼呢。但是最近的八爪鱼比较多，所以我们以捕八爪鱼为主啊，放下去的位置也都是以八爪鱼活动的地方为主，都是放在礁石区这里的。听他们说有时候还能捕到一些石斑鱼之类的呢，就是不知道海红斑能不能捕上来啊，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吧。不过太大条的鱼货就应该进不来了，但是19公啊、白花鱼之类比较小条的鱼货应该都进得来。还有就是西贡鱼之类的吧，都是那些长不到特别大条的鱼货。好像每一个笼子都有鱼货，即使没有八爪也有几条这个19公过来的。好像螃蟹就比较少啊，偶尔就几只石头蟹而已啊，也没有那些比较值钱的螃蟹，比如兰花蟹啊、梭子蟹之类的。这一个八爪居然想逃出来，问题是你逃得掉吗？你进了我的网还想逃出来就不容易了。这一个八爪也是超大个，基本上这些大个的八爪还是比较多的，比小个要多很多，都直接带到火场里面养活着。养活着的八爪要比挂掉的八爪要好卖个几块钱吧，听他们说也都是20来块钱啊。而养活着的八爪要比挂掉的八爪贵个5块钱，挂掉了是18块钱一斤啊，养活着的是23块钱。但是谁又知道这一次回去卖会不会又降价一些呢？毕竟数量多就降价，数量少就涨价，肯定是这样子的。按目前这样的效率来看，数量依然还是挺多的，肯定也是不会比上一次要少的。看个个的八爪都是又肥又大个的，这种八爪拿来白爪不是很好吃啊，肉质偏硬一些，拿去晒干之后拿来炖汤，味道是挺不错的，或者是爆炒一下。这边依然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各项工作，大家配合了这么久也是非常的熟悉了。一直有八爪想逃出这个框啊，但是想逃出来哪有那么容易啊，最终的结局只会重新掉下去而已。刚刚那条什么鱼啊，没看清楚，好像是一条白蜡鱼啊，有个7、8两的样子啊，不大条。破的洞比较小的笼子就地修补一下，然后就可以用了，就不用新笼子去替换掉了，修补一下就能用。而一些破掉的洞口比较大的就要用新笼子直接替换掉，毕竟洞口太大的那一些修补起来太浪费时间了，还是替换掉比较容易。你倒是跑啊，还不是被抓回来了？看来今天又是要丰收的一天了，数量估计要比上一次要多，但是卖的总体价值不一定比上次多。毕竟价格降了这么多，总体的价值肯定也会降很多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啊，反正价格也都是这些收鱼的说了算，涨价也好，降价也好，也是他们说了算。毕竟数量这么多，也只是他们能收而已啊，要不然别的人也不知道销到哪里去。一下子几百斤，又不只是一艘船，整一个南澳岛一天估计要产出10几吨的八爪鱼，一些特别大条的船是放了好几千个笼子在海里了。一次就能拉到上吨的这个八爪鱼上来呢。好了，这一处的笼子也是拉完了，准备把拉上来这些笼子也重新给放到海里面去。回过头啊，重新把这些笼子给放下去就行了。操作也是跟上一次一模一样，不过放笼子的顺序就要靠那个叠笼子那个技术好，不能拿错了方向，拿错一下顺序估计就要重新搞很久呢。所以就要找一个记性好的去记住这个笼子。第一处总共是有200个的这个笼子，上来八爪鱼是挺多的啊，但是具体多少斤我也不知道，毕竟八爪鱼那么险重，我预估一下估计也是不准的，60、70个八爪鱼应该是有的，大个的小个也都算在一起啊。竟有的笼子里面有2、3个八爪鱼呢，而且一些八爪也是特别大个，一个就要达到2、3斤重。一些大的估计要达到4斤重了。然后把这个浮标放下去之后，这一处笼子就算放完了，然后就可以去拉下一处地方的笼子了。
好了，这一处地方的笼子就先分享到这里吧，下一处地方的笼子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也谢谢大家观看啊，我是老岛彪哥，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谢谢大家。